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爆兵说。这期话题说一说美国正寻求让外企对中国禁售 DUV 光刻机。美国对华科技战呢又要加码了。据彭博社的消息最近美国政府正在向荷兰和日本施压，要求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和尼康停止向中国大陆出售技术比较成熟的深紫外光 DUV 光刻设备。这是在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光 EUV 光刻机之后，进一步将制裁措施延伸到不那么先进的设备上的新动作。DUV 浸没式光刻机系统所用于的芯片制成技术，比使用 EUV 光刻机先进技术落后一代以上，但仍然是制造汽车、手电、电脑乃至机器人所需的成熟制成芯片最常用的设备。由于荷兰阿斯麦垄断全球高端光刻市场，浸没式 DUV 光刻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93%， EUV 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100%。 这次消息拖累了阿斯麦的美国承托凭证价格一度重挫超 8%， 为近1年来最大的盘中跌幅。众所周知美国对华科技战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华封锁半导体供应链上的产品、技术、制造设备和材料等等，让中国的一些科技企业无心可用。但是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国内芯片销量占全球的40%左右，而最终产品的客户中西方市场的份额又非常的巨大，因此美国没有办法全面封杀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的出口，因为这是杀敌100自损1000的行为。而中国大陆的厂家也逐渐的成熟，依靠国产和进口的设备生产出大量的芯片，市场的占有率正稳步提升。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SEMI 的数据，尽管无法引进先进的工艺设备，中国大陆依然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累计花费高达483亿美元。这恐怕就是这一次美国政府将制裁措施再一次加码的主要原因。这里呢，先科普一下 DUV 和 EUV 光刻机的基础知识。DUV 光刻机分为2种，浸没式的和干式的。干式 DUV 光刻机理论上单次曝光最高可以加工到65纳米的工艺，经过多次曝光，这些技术还能再缩小1-2个工艺的节点。目前世界上能够制造干式 DUV 光刻机的公司有阿斯麦、尼康、佳能和上海微电子，但并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型号干式 DUV 光刻机都能再缩小1-2个工艺节点，这和光刻机本身的性能、价格和产品定位有关。浸没式的 DUV 光刻机理论上单次曝光最高可以加工到28纳米的工艺，经过多次曝光，这些技术呢最高可以加工7纳米的工艺节点。同样，也并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型号的浸没式的 DUV 光刻机都能加工到7纳米的工艺节点，这也取决于光刻机本身的性能和整条生产线上的其他设备和材料。目前世界上能够制造浸没式 DUV 光刻机的公司只有阿斯麦和尼康，佳能公司已经放弃，我国正在研发攻关，而且据说不止上海微电子一个团队。浸没式 DUV 光刻机就是美国政府这一次想要禁运的重点，但是阿斯麦和尼康公司的浸没式 DUV 光刻机并没有采用什么美国的技术和零部件美国想要禁运可以说是毫无理由，只能依靠霸权对日本和荷兰施加政治压力。目前荷兰政府并未同意对中国禁运，日本政府也还没有表态。目前最先进的光刻机是 EUV 光刻机，能够加工从7纳米往下的所有的工艺节点，目前只有阿斯麦公司能造。同样，也并不是所有型号的 EUV 光刻机都能加工所有的节点，生产效率也有区别。这一类的光刻机也分档次和性能划分的。由于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中最关键的激光器采用了收购自美国一家公司的产品，这就是美国要求对中国禁运的理由。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不太可能同意放宽 EUV 光刻机对中国的销售，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目前市场上所需 80% 以上的半导体芯片都不需要7纳米或者是更先进的工艺，都不需要使用最先进的 EUV 光刻机，因此我国采购阿斯麦或尼康的浸没式 DUV 光刻机足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需求，而我国自己研制的浸没式 DUV 光刻机已经离成功不远。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出禁运，实属不明智。我们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加快国产光刻机的研制进度，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争取荷兰和日本不向美国低头让步。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